大娘娘啊，你不知道，我当日生他的时候排血难产，疼了3日才得了这条命啊！如今顾后一剑就把他杀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大娘娘，我大半截子埋黄土了，我恨不得我去替他死啊！我是个没有孩子缘的人，你比我好。我3个孩子都没留住，你好歹还有2个呢。都说儿女是前世债，佛曰：有求皆苦。孩子死了，我们还得活着。你呀，在阁里当姑娘的时候，就是个想不开的人。得了，快起来吧，咱们2个姑老婆子坐下，一块说说话。请起，慢点，慢点。老太太，您说累了，您尝一尝大娘娘亲手酿制的桃花酒。劳烦内官大人了。哎呦，王大人啊，你怎么还跪着呀？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！谢太后。你看看你，多好，还有个儿子。我是一个孩子都没有了。你比我好，有自己亲生的儿子，福气呀！犬子卑贱陋资，怎能和陛下同论？陛下上苍之子，奉承天运。看看怎么又跪下了？咱们2个姑老婆子也是几朝了，不过是说说闲话。临了老了，还不就是个儿女的事儿啊？从大内到民间，说来说去，也就是这些事儿了。快起来吧。是。你刚才说杀你女儿的那个顾侯，我也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人嘛，才智还是好，就是年轻了点儿，缺少了些老成持重，太轻狂了。这不，刚才听说皇帝宣诏，他也抗旨不接，就在家里边看着孩子。他能有这样大胆？哟，我剪过了头了。大娘娘也是没法子，这灯性子长了就得紧。如果您给她剪了，她就能燃的时间长一些。送客吧。王大人，请。母亲，是。用在外面。
来2碗锁饼。老王，下面。每逢大事，须有定期。事多时少不是长寿之象。吃完了再做正事。母亲，大娘娘她……你看看这盏油灯，你父亲过世几十年了，人走茶凉，我们王家就像这盏灯，快要灭了。母亲说的是什么话？儿子虽然不争气，落了父辈的很多的威风，可是宦海沉浮，我还是有几分尊严的。你自己再看看这盏灯，我们眼前还算亮堂，可一箭之地之外还有什么？若是你父亲在世，你妹妹就是再有10桩罪过，那姓盛的姓顾的敢甩一个脸色？我不竟然是维护你妹妹，我还维护着王家的脸面。母亲，这是我父亲曾穷乡僻壤，骂死大平，王家不容易。如今总有3分宝塔观念，何必去火中取栗？父母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你父亲和我，从荒芜中替你们挣下了一片亮堂堂的地方。所以，即便你不是一个有天资的孩子，也能在官场上走到今日。可你，为你孩子挣下了什么？君子之泽，无事而斩。如今你是王家的主君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仔细想一想，拿决断出来。不论选什么，我这个做母亲的，都依你。今上之位，得之于先帝，先为先帝之子，方得继承皇位。可是皇帝听信顾廷烨一干佞臣，厉兵秣马，多备战，违逆了先帝本意，又背信弃义，继承先叔王为父，又称先帝为父，天下岂有一子双父之事？皇帝宽厚，可惜奸佞缠身，难以施展。顾侯爷闯到书房去了，他说在那儿等着公子。顺便说为何事而来？没有，可见他脸上没有什么好颜色，大约来者不善。
袁若，顾侯若是前来责问的，我只有一句话：我带人只是去救火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此事是我自作主张，我们也算是亲戚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笑什么？我又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袁若何必如此剑拔弩张呢？那你是？这是做什么？昨夜袁若不顾安危，施以援手，我代表我全家，特来道谢。这我也没帮上什么忙。来，回来之前，我心中一直忐忑，万一我赶不上，只恐明兰母子就要丧命。后来听家里的仆人说，齐国公府的小公爷带人前来救我，袁若，我这心里边这才放心下来。是我自作主张，侯爷不见怪最好。哎，怎么会见怪呢？袁若是谆谆君子，我顾儿感激不尽。举手之劳，没什么的。这个以前的事儿啊，都过去了，都是误会，我也有错。现在都说开了，自然便通透了。袁若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以后定然另有一番天地。二叔说的是。家里还有很多事儿需要修缮打点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改天我带着妻儿和礼品一起过来登门拜谢。不必这么客气。告辞。太后的手谕是她亲自盖上去的。袁若，你本性最是善良，朝廷的事儿别太执拗，以免伤了自己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顾廷宇闯进来，我怕他要害你。顾后能征善战，你拿着这把短剑就想杀他，你也不怕伤了你自己？来，就算他是天神转世，我也不能让他害你。我知道。多谢。事到如今，有一件事情我要同你谈判。顾家大娘子是我当初要娶的人。前尘往事就不必再提了。可是，我想听。算了，我不想听，还是不要说了。
楚军，汴京有人求见，说是姓顾的。顾，就说我不在，让他们赶紧走。哎，白家主君不必害怕，我们原在京城玉清观见过。哎，你不是侯府主母吗？怎么？我可不是侯府主母。你不是？可是那日在玉清观，那时候我家不知大郎你是什么用心，自然需要小心些，派我这样一个仆下假扮太夫人便足够。可，这一切啊，等你上京跟我见过太夫人，一切自然就都明白了。上京，上次进东京，我命都险些交代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折腾我？我不去，来人，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夫人请。顾二手上有着白家的巨万家产，江南银行头一名。大郎你图谋了一世，现下机会送到眼前了，没想到，居然一点男子气概都没有。那我也得有命要才行啊！如今顾二杀了命妇，可是没法推脱了。大郎你的命啊，可是真好。一条别人家的人命，换回你的百万家产，这岂不是上天给你的富贵？杀人呢？不是杀人，是杀命妇官眷，杀了太师之嫡女。收拾行李，备车。不必了，我们侯府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呢。进马软香，大郎，请吧。给奶奶吃一口吧。啊，我这个人呐，老了，我是想着呢，不如让允儿啊，在我宫里养着。一来呢，你清闲了，好好的照顾皇帝；二来呢，也让我尝尝膝下承欢的滋味儿，就算是你孝敬我了。嗯。哎呦，哎呦，瞧瞧，瞧瞧这孩子给吓的啊！我还没说什么呢，快去拿酒来，给贵妃压压惊。这可是大娘娘亲自酿的酒，还请娘娘热闹。娘娘，娘娘可问清楚了？对，这里不便言语，我们还是去内室再细说。三妹妹，娘娘，你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我得想想。我得好好想想。这天子，你这究竟是怎么了啊？自打你一回来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这究竟是怎么了？他玩的这么高兴。是呀，孩子嘛，不懂什么事情，在哪儿他都一样开心。太后究竟跟你说了什么呀？啊？
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都别跟过来！娘娘，贵妃娘娘，请吧。永儿呢？永儿能演在太后宫里承欢膝下，也算是她的一场造化。什么？你把永儿她？姐夫不是想做殿前司都指挥使一职？是啊，你姐夫早想升至此职了。很快他就会收到吏部的告示。所以你把永儿……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我这也是为了永儿千秋万代。大娘子，瞧瞧，这团哥吃了奶，睡得还真好。他吃奶还成吗？成，怎么不成啊？带劲着呢。亏大娘子选了2个奶妈子备着，不然啊，还真不够吃。最后还是侯爷定的人。又醒了，这是侯爷第1个嫡子，他最上心不过。他是上心，现在还在那边给人修房子呢。哪边？凤仙姑娘的水仙阁。侯爷，这样都7、8日了，大娘子方才生产，没空安置奴婢。奴婢也知道，只是承元诺大府邸，奴婢竟无处容身。现在的屋子4处漏风，求侯爷念在一场名分。好，知道。哎，你去库里边把那白玉盒子拿，然后去趟潜毁队，找几个精明能干的，把屋里头都翻一翻，务必找出失火点。是。哎，福尔和刘经理巡阅有什么回报吗？暂时没有，最近都平安的很。马上就要不平安了。他们天寒地冻，正好厮杀。侯爷，我们小娘住哪儿啊？侯爷来了。哎呀，外面也太冷了。来，赶紧让我看看孩子。那边修的怎么样了？嗯，一时半会儿修不好，我看着可能是要给他重新安置个地方了。那就我们家喜剧吧。行啊，加喜剧也行。现在反正急匆匆的，也没地儿去找泥水匠，干脆就把它安置在我们院子里就行。你一身寒气，你可别冷着我。小唐，
你把尸体撤了吧，我要睡会儿。哦，睡觉了。大娘子不是刚起，还睡啊？哈哈，笑什么？本来呢，他一直跟我说没有院子住，要我给他另安置一个住处。我也觉得他啰里啰嗦的太麻烦，就想把他给打发了算了。后来呢，我一想，他可是大娘子你替我收的，好歹也有个名分。看着这些年，他也是真心对我。侯府里不差他这么一口饭吃。再说了，他来了加喜居，可以好好的帮帮，替你端茶送水，可好？侯爷盘算的真是好呀。当初不知道是谁，因为我要把凤仙留在家里，狠狠地骂了我一顿。这如今着了个火，倒想着人一片真心了，不想打发走了。哎，人都说，这妇人生了孩子，真是遭了大罪了。脾气变得差一些，也是寻常。可你这变得也实在太差，你小心别吓着孩子啊！我儿子是将帅宰辅之才，能被你吓着吗？乞丐，你臭死了！你可别虚弄我儿子。有人刚生完孩子，千万不要生气。我生气，我生什么气呀？当初不知道是谁要求我的时候，说的天花乱坠的。如今这也是事儿，那也是事儿。你们侯府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这侯府也不是第一天出事儿，你怎么生完孩子才生气？是吧？侯爷权柄真大，什么时候我生气也管起来了。你生气，我不生气。你得了个大胖儿子，自然是喜笑颜开。我当然要喜笑颜开了。你可不知道这些年，我看见袁若是什么感受。你干嘛又提他呀？难道他要你留凤仙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提他呀？每天都是我吃他们家的醋，终于轮到你吃我的醋了。多吃点，好好吃。来，赶紧。不许给他换衣服，他自己有胳膊有腿儿。我吃醋，我有什么醋可吃？你们家院子里那么多女使，干嘛使唤我家女使？来人，快给你们家侯爷换衣服！你怎么一点用处都没有啊？你可别忘了，若不是我家大娘子把你从千春院救出来，如今你全家死哪儿去了都不知道。妈妈不必记恨我，凭谁来也打探不到什么。之前侯爷不在，书房的物件一概收起来了，我偷去也看不到什么。如今侯爷回来了，书房外头都站了军士，我连靠近都靠不过去了。书房进不去，卧房难道你也进不去吗？当初妈妈把我塞给姑夫人的时候说得好，什么侯爷青春年少最是浪荡，
什么大娘子是小官淑女不值一提。结果我入了侯府，连侯爷的影子边都摸不着。我也不是大罗神仙，没得钻人肚子里头打听的本事。你呀，不必同我顶嘴诉苦。只是若今后你还是没有半点用处，我怕便是要有一点用处。这几日，因为家里失火，侯爷来了请帖，不过也就是看看工匠的手艺。走的时候听石头说大娘子在家喜剧发脾气，也是挺少见的。不过，不知为何，侯爷每次听了都是笑嘻嘻的，还非赶回去看热闹。家里哪边是你的家里？你可得弄清楚。太妃，宫内刘贵妃来人房安上。臣妾心中万分感激娘娘，外头已经置了席面，请天使留下来吃个便饭再走吧。大内事多，近日王家老太太都时常去探望太后，贵妃娘娘只怕还要有用到小人的地方，就先行告辞。廷婉，你又不在家吃晚饭吗？三哥儿，三哥儿，老太太，得找个时候去宫里跟刘贵妃谢恩呐。此次巡盐，儿臣已经将这20多年所漏税款悉数缴回，户部正在造册记录入库。儿臣想着不多时便可以呈给父皇预览。父皇，此刻百业兴旺，国库充盈，后盾坚强，我想着正是收复边疆的大好时机啊。这是你的话呀，还是顾侯的话呀？父皇，顾侯他确实是为父皇心里着想，这儿臣说的都是心里话。儿臣想着我朝多年未染兵刃，这光靠着议和的局面能撑多久呢？不如趁此机会收回失地啊！收回失地自然是好的，可是婴儿啊，你也不必那么听顾侯的话呀，嗯？你说是吗？一会儿进去了，少看，少说，问你什么答什么。太夫人未免有些谨慎过头了吧？之前在玉清观还假扮成下仆，如今要去哪儿，一个字儿也不说，让人实难相信呢。这都什么人呢？我到底在哪儿啊？自有你相信的时候。秦太夫人，请。哎。哟，
还是太夫人投的好啊。娘娘说的是哪里话？我呀，不过是站得近了些，自然占了些便宜。站得有多近啊？这在娘娘宫里，自然是站得离娘娘近些。看样啊，我也得站得近些才好。既是娘娘宫里自己放的壶，怎么站，还不是娘娘说了算。好了，你也别站着了，去坐下吃点果子，歇歇。遵命。这茶之道啊，在乎于静心，也在漫不经心。若打急了，水花四溅，相貌难看；若打缓了，刚了没一刻，便咬不住盏，露出水痕来，那可就贻笑大方了。娘娘说的是，好些事情，终究是要多些岁月，多些经验，才能一窥究竟。可不是吗？这宫里啊，做茶最老道的，当属于大娘娘。现如今我的勇儿就养在大娘娘的膝下，跟着大娘娘，着实能学出些门道来。你看，这套大玉川先生啊，就是大娘娘恩赐的呢。哦。哎呀，大爷，哎，不，快坐。大站着干什么？坐。啊，哥可姓白？是。家住江南。是。坐。哎呀，春风又绿江南岸，这江南可是好地方。大人什么时候来玩，在下一定好好招待啊！坐。啊，对。听说白哥家做盐呐？是，有这么一点薄产啊。不知道白哥家这盐的滋味如何？盐乃百味之首，咱家的盐那是洁白如雪，非螃虾比得了的。那白哥家这盐可有盐瘾了？在不在这贡品之列呀？哪里高攀得上什么贡品呢？您有所不知啊，我本家有个侄儿，是个豪强。不当紧，只要咱东西好，不愁旁的没有，是吧？还望白哥再来的时候啊，给贵妃娘娘也带点家盐来，尝尝。贵妃。于是那人便说：“只要东西好，旁的都会有的。”都会有啊！勇儿也养在大娘娘那儿，这究竟是个什么地方？天上的地方，天下的地方。
四房大娘子来了。知道了，去。四房的来了，也该来。给这个哥置个院子，好生安置，看紧了，别让他乱跑。知道了。侯爷，我新酿的梅寿酒刚开了坛子，用的是金华和风月楼的方子，侯爷尝尝鲜。十一娘，借宝弟用。一朝花开傍柳，熏香无觅庭后。纵饮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手送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客头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树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